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这个呢是一个风琴式夹层的小包哈，像这样子的风琴式夹层，在我们做包当中呢是非常普遍的。有时候做在斜挎包上面，有时候呢做在这样的零钱包上面。之前呢分享过几种方法呢，大多是折叠来折叠去进行制作，其实制作有点复杂。今天呢，我带来了一种简单方便的方法来制作这样子风琴式夹层。它呢画图也很简单，制作呢也很简单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今天咱们这个小包呢，剪裁图形非常有意思，它用到了一个16厘米的正方形和直径16厘米的正圆。这个呢是小包的主体材料，它呢面子一份，里子一份，我在面子上烫了一个衬。那这个主体材料呢，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16厘米的正方形，两边呢就是这个直径16厘米的正圆，把对半剪开哈。这个呢是咱们这小包的包盖部分哈，它呢也是面子一份，里子一份，面子上我烫了一个衬，它的尺寸呢就是这个圆的一半。这两份呢是包里边的夹层材料，它呢也是面子一份，里子一份。那它的尺寸呢就是这个16厘米的正方形，一会儿我会把这个衬呢烫在其中一片上边。以上介绍的尺寸呢都是含缝缝的。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了。首先呢我们来制作包盖，那我们把包盖的这两个材料正面呢和正面相对叠起以后呢，我们车上这个圆弧，包盖的线呢车好了，我把包盖呢翻到了正面。接下来呢我们拿出主体的里子材料，我们把包盖这样子搁上去，中心点和中心点先把对齐哈，然后呢再盖上主体材料的面子，我们正面和正面相对叠起以后呢，整个车一圈，在这儿呢留一反口。这圈线车好以后呢，我把材料翻到了正面。那现在我们的材料是这样子的哈，这个是正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夹层材料正面和正面相对，然后车上呢4个边，在这儿要留一个反口。夹层材料呢车好以后，我把它翻到了正面，然后周围又车了一圈2毫米的窄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刚才做好的这块材料啊，我们把夹层材料的中心线和主体材料的中心线再把对齐。对齐以后呢，我们车上这条线，也就这一段哈，这条线车好以后呢，咱们夹层和这个材料就连在一起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两边的半圆用量角尺分成6等份，然后呢折叠一下。这样折叠好以后呢，我们拿熨斗在这儿烫一下，烫好以后这儿就有个印儿了哈。那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夹层材料的这个侧边搁在刚才熨烫的这个印上，这片呢搁在这儿，搁好以后，咱们这2条边各车一条窄边，咱不要车到底，下边留1厘米。那做好这边以后呢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现在这4条侧边呢车好了，那这个夹层呢就固定上了。现在咱们这小包侧边是这样的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在这2条边上车2毫米的窄边，这边呢也是一样的。侧边的这2条窄边呢，现在车好了。我在包盖的中间呢还钉了一颗横扣。今天介绍给大家用这种方法制作风琴式夹层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要帮我点赞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